日本军官指着一名中国人，问新来的少年兵这是什么？他是一个人。这是什么？他是中国人。接连2个士兵的回答都令军官很不满意，他直接走到班长面前询问：这是什么？报告，他是一个坏中国人。见没有人能回答出正确答案，军官让手下将男人拉出水池。这拉上来的是马路大，是烧火做棺材的木头，是实验材料，叫马路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马路大。是什么？马路大，马路大。这是什么？马路大。就这样，在日本军官的洗脑下，少年兵们像疯了一样挥舞着手中的棍棒，将一个中国人活生生打死在了水池中，而军官的脸上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。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高度还原日本731部队的电影，也是香港首部被评为3级片的限制级影片。为了尽可能真实还原当年日军的累累罪行，影片在拍摄时没有使用任何特效技术，不仅所有场景都是在哈尔滨实景拍摄，就连被解剖的尸体也是从特殊渠道请来的大体老师。然而你绝对想不到，这部放在现在都无法过审的电影，居然曾在央视6公主上一刀未剪的完整播出过。由于内容过于血腥残忍，因此也成为了许多国人童年时的噩梦。时间回到1945年2月，彼时已经进入到第2次世界大战后期，日军在亚洲战场上已是强弩之末。为了扭转战局，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实施生物细菌战计划，将因贪污事件被免职的军医中将石井四郎重新启用，派到满洲731部队任最高指挥官。731部队位于哈尔滨郊外的平房区，这里表面上打着疾病防治与饮用水净化的旗号，实际上却在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的研究。无数中国平民被抓到这里成为了实验体，为此日本人还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马路大，意思就是用来砍伐和烧火的原木。每天被送到焚化房的尸体堆积如山，在石井四郎的眼里，中国人只是一种实验的消耗品罢了。正确的资料要靠实验材料连续使用来获得，所以这些马路大不仅都要是活的，而且必须是身体非常健康的。由于日军在南方战线上节节失利，石井四郎要求必须加快细菌武器的研发进程。为此，他们从中国和朝鲜抓来大量无辜百姓。在押送人员的过程中，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引起了军官的注意，他一把将女人拦了下来，强行夺走对方手里的孩子。无论女人如何苦苦哀求，恶毒的军官丝毫不为所动，他把孩子狠狠地扔在地上，用鸡血将其活活掩埋。石井将军他不是要求珍惜每一个马路大吗？这个可以做标本，不会浪费。就这样，短短几秒钟的时间，仅有3个月大的婴儿就彻底失去了生命。与石井四郎一同前来的，还有一群来自日本千叶县的少年队员，他们被军方本部寄予厚望，是731部队最有潜力的接班人。但此时他们还是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，并不知道即将面对的是怎样残酷的人性考验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少年兵们接受了严苛的军事训练，可渐渐的他们开始发现这个地方很奇怪，整个基地看起来像一家医院，却没有病人，只有死人。于是趁着这天夜深，3个好奇的少年兵偷偷逃出宿舍，潜入到实验室里想要一探究竟，不料很快就被看守的士兵发现了。基地里立刻拉起了警报声。在逃跑过程中，一个少年兵不小心碰到高压电网，结果当场触电身亡。得知此事的石井四郎非常愤怒，他十分看重对少年兵的培养和保护。为了让军官们重视少年兵的力量，他将一只大猫扔进了鼠群中。这些老鼠都是被注射了病毒的变异体，它们丝毫不惧怕大猫的攻击，疯狂地上前撕咬啃食，很快就将大猫啃成了一堆白骨。小老鼠能吃掉猫，细菌跳蚤也能打败飞机大炮，这就是我们731部队的基本理论，也是我石井四郎的哲学。为了胜利，应该培养这些强者，并且保护他们。对我们的少年班也应该这样，懂了吗？是。自此以后，少年兵们也正式开始了细菌实验的学习。他们的第一节课便是了解人类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，而第一个实验体正是那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。日本兵将她绑在零下30多度的江面上，用冰冷刺骨的江水一瓢一瓢地浇在她的手臂上。女人痛苦地挣扎嘶吼，却根本无法挣脱束缚，她只能绝望地站在原地。随后每隔1个小时，当女人的双臂结上冰壳，日本兵就会用钢刀敲碎，然后再重复之前的步骤，直到手臂被冻到彻底失去知觉。女人这才算达到实验条件。之后她被带进实验室，将冻到发黑的手臂进入水池中，等蒸汽阀门被打开，水温开始迅速升高。这就是冻伤实验，零下35度，10小时冻伤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后，女人的双手已经严重变形。实验员只是用手轻轻一撕，整块皮肉瞬间被扯了下来，只剩下一副白森森的手骨露在外面。看着眼前凄惨的景象，
少年兵们顿时被吓得头皮发麻，不忍直视。可殊不知，这只是数十个实验中的其中一项而已。接下来进行的是速冻实验，实验员将一名中国男人的双手按进零下196度的液氮中急速冷却，在等待了几分钟后，男人的双手冻得像石头一样僵硬。只见实验员拿起一根铁棍，将男人的手指一根一根全部敲了下来。不许乱动！为了培育出更多生物细菌，高村教官给每个少年兵发了一个苹果，让他们在嘴里嚼碎后再吐出来，千万不要吞下去，这样就能把进入口腔的细菌带出来。是。在如此畸形变态的教育之下，这些原本还存有一丝善良的少年兵们，渐渐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刽子手。在之后的几个月里，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活体实验在反复上演。为了测试人类在低压环境下的极限，一名中国男人被脱光全身衣物，然后关进了一个密闭的铁房子里。随着外面的阀门开始转动，屋里的气压也在迅速降低。男人很快就感受到极度不适，他的耳膜率先开始剧烈肿胀，刺耳的蜂鸣声顿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随后他的身体也开始慢慢膨胀，仅仅用了短短几十秒的时间，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就被冲成了300斤的胖子。随着压力在不断下降，男人体内的所有器官都从排泄口被抽了出来。尽管已经观摩了无数次的活体实验，但眼前的惨状还是令少年兵们为之一振。反观此时的日本军官则是一脸淡定，在本子上不停地做着实验记录。而在所有被抓来的实验体中，也有不少苏联人和朝鲜人。这天，一对苏联母女被送进了毒气室，石井四郎亲自过来查看实验情况。当浓浓的白色毒气喷涌而出时，母女俩顿时惊恐万分。刚满11岁的女孩紧紧抱住妈妈，她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。而此时的石井四郎看得津津有味。很快，母女俩的呼吸就变得越发困难。随着绑在车上的鸽子率先死去，小女孩和妈妈也相继停止了呼吸。然而，并非所有日本人都对此麻木不仁。在一次家庭聚会中，一个叫吉冈的军医告诉少年班班长石川，说他们所做的一切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。那些马路大跟他们一样，都是爹娘生养的有血有肉的人。没想到此话一出，石川立马打断了他，请你做一些适当的比喻，居然将日本人与马路大相提并论，我和你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，请你不要再谈了。说完，石川便愤怒地离开了。几个月的畸形洗脑让他的思想早已固化，他不想也不愿意承认那些马路大是人的事实。就在石川独自坐在外面无聊时，一个小球突然滚到他的脚下。只见一个哑巴男孩出现在树林中，石川见状捡起小球扔了过去，可不料对方又把球给扔了过来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你来我往，因为一个小球渐渐成为了朋友。而这一切也被川崎队长看在了眼里。恰好近期急需一个健康男孩的实验体，于是川崎队长以给小哑巴检查身体为由，让石川把他带到了实验基地。进来后的小哑巴开心不已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新奇的东西，而且里面的叔叔哥哥都和颜悦色，似乎并不是什么坏人。在高村教官的连哄带骗下，小哑巴脱去身上的衣物，然后安静地躺在手术床上。他本以为对方和石川一样，要和自己玩什么好玩的游戏，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条带有迷药的毛巾。随着小哑巴手中的球掉落在地，他的童年和人生也就此结束了。此时的石川还在外面等待，无意间他看到门口有一辆装尸体的推车，立马意识到了不对，他像疯了一样冲到实验室门前，只见门上赫然写着解剖室3个字。石川这才明白自己被骗了，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等小哑巴沉睡过去后，医生们开始为他清洗消毒，接着划开他的肚皮，将体内的器官一件一件摘除出来。当他的心脏被挖出来时，甚至还在有力地跳动着。没过多久，原本活蹦乱跳的小哑巴就只剩下了一具被挖空的躯壳。这下都满意了吧？是啊，现在要心的拿到了心了，要肝的有肝了，要脑子的拿到了脑子了。是啊，健康发育期少年的活体部件在别的地方可是很难弄到的。应该谢谢川崎。今天晚上我们请客。多谢多谢。结束后，石川亲自处理了小哑巴的尸体，将他的残肢断臂送去了焚尸房。这件事在石川心里埋下一颗幽怨的种子。他终于明白了吉冈军医说的话。随着活体细菌实验的速度加快推进，731部队成功制造出一种极强的鼠疫病菌，其毒性比普通鼠疫菌高出了近60倍。第一批被注射病菌的15个实验体无一例外，全部并发惨死在了牢房中。如此高的致死率让石井四郎倍感欣喜，他立刻命人将病菌植入到老鼠和跳蚤体内。仅仅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他们就培育出上1只带菌的老鼠和跳蚤，其威力足以杀死地球上近1半的人类。可虽然细菌弹已经研制完成，如何将它投放出去却成了新的问题。由于普通炸弹全都是金属弹壳，在投放过程中会产生高温，从而造成大量老鼠和跳蚤死亡，这无疑会使细菌弹的效果大打折扣。但石井四郎很快就找到了解决办法，他把所有士兵和军官召集到礼堂，将4个围棋罐一个个抛到棚底，散落的棋子瞬间从天而降。石井四郎让所有被棋子打中的人举起手，只见超半数的人把手举了起来，这让石井四郎顿时狂喜不已。诸位，这就是我石井四郎的新发明，这种东西就叫做低温陶瓷细菌弹，大日本是不会战败的。
很快，第一批陶瓷炸弹就被生产出来，但在正式投入战场之前，他们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爆炸实验。20多个活人被绑在了十字架上，随着轰的一声巨响，试验场上的人们被炸得肢体分离，残肢断臂瞬间散落一地。被释放出来的带军跳蚤开始疯狂啃食他们的身体，整个试验场上顿时哀嚎遍野。空气中满是绝望的气息，在如此惨绝人寰的虐杀之下，监狱里的百姓们终于爆发了暴动。一个眼镜大叔记录下这里发生的一切，他把布条交给一个叫小石头的男孩，希望他能安全地逃出去，将日本人所犯的罪行公之于众。然而手无寸铁的百姓又怎能抵过日本人的机枪扫射？很快这场暴动就被卫兵队长镇压下来。为了保护小石头，眼镜大叔也惨死在了敌人的枪下。得知此事的石井四郎雷霆大怒，他当众将卫兵队长一通臭骂，因为细菌弹的测试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，每一个活的马路大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。可让石井四郎更加意想不到的是，就在陶瓷炸弹马上要完成测试之时，陆军参谋本部突然传来一个消息，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了2颗烈性炸弹，2座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。与此同时，苏联也向日本正式宣战，眼看败局已定，天皇命令所有侵华日军立即撤回本土。心有不甘的石井四郎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。在撤退之前，他提出要销毁关于731部队的所有一切，不仅是建筑资料和那些马路大，就连这里的士官和家属们也要全部就地自杀。听到这个命令后，在场的军官们顿时面色凝重，坐在后排的高村更是直接站了出来。石井阁下，如果你也自杀，我们就奉陪。此话一出，石井四郎瞬间被怼得哑口无言。见其他军官们也都反对这个提议，他也不好再继续坚持，最后只要求给美元发1瓶毒药，一旦被俘的话必须自杀。另一边，野外试验场的士兵还没有接到命令，他们正在对陶瓷弹进行最后一次爆炸实验。小石头这次也被拉到了试验场，但在被压的中国人中，有一名壮汉趁机挣脱了铁链，随后在他的帮助下，其他平民也从十字架上逃了下来。日本士兵见状，立刻对他们展开追击，逃跑的平民们被先后射杀，纷纷倒在地上。所幸小石头在这次暴动中活了下来，原来是那个叫吉冈的军医和石川偷偷救了他。当天夜里，在石井四郎的命令下，日本士兵开始销毁所有资料和证据，但固执的高村却认为这些资料十分珍贵，他不惜以死为要挟，希望石井四郎能够收回成命。不烧，就先打死我吧！没想到这正中石井四郎的下怀，他对高村在会上的表现耿耿于怀，借此机会他毫不犹豫地一枪爆了高村的头。之后日本士兵炸毁了731部队所有建筑，将数千名平民毒死、烧死并填埋，销毁掉所有罪证后，他们开始一路溃逃。而在吉冈和石川的保护下，小石头换上日本人的军装，偷偷藏进了逃亡的人群中。本以为他就此顺利逃出升天，没想到在火车上还是被人给发现了。自知自己已经无路可逃，小石头夺走一把武士刀，将揭发他的川崎队长一刀劈死。接着他朝着石井四郎杀了过去，一旁的军官立马开枪射倒了他。随后另一名军官举起一把日本旗，将旗杆插进了小石头的脖子，鲜血瞬间喷涌而出。临死前，小石头望着石川和他的同伴，石川本想伸手去接，可当看到眼前的姨妈旗时，胆怯的他还是将手缩了回来。眼前的一幕让吉冈心如死灰。随着小石头的死，一切似乎戛然而止，作恶多端的刽子手们坐着列车扬长而去，但这段黑暗的历史却永远留在了中国人民的记忆中。相比于电影里展现的情节，真实的历史远比这要残忍1000倍、10000倍。日本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，可令人讽刺的是，这支恶魔部队的许多成员在战后非但没有受到惩罚，大部分人还进了日本的医学界，成为各大高校和医院的专家学者。而指挥官石井四郎更是平步青云，他虽然曾命令手下把731部队的资料全部销毁，可自己却偷偷将许多重要资料带了出来。在东京审判期间，他通过出卖这些资料和美国人达成了秘密交易，不仅让他成功逃避了战犯的审判，而且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，他再度出任军方要职，并在战场上投放了细菌武器。直到1959年10月，石井四郎因喉癌死于日本，这个恶魔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